瑞子，才我看见谁了？郑伯旭，他来我们酒吧了。你快过来，我帮你拖住他，然后我现在赶紧通知狗仔。好了，就这样，快快快！嗨，干什么呀？你干什么呀？啊，你好像不认识我啊。哎，不过你不认识我也是正常的。不过呢，我认识你啊，郑伯旭嘛，一夜爆红的明星，你说戴个眼镜我认不出来你吗？摘了吧，怪黑的。有事儿？这句话不是我在问你吗？什么意思？啊，抱歉，我还没有自我介绍啊。我呢是于子睿的经纪人，你不是让你的助理跟我们子睿来协商吗？这不正好吗？我在这儿，有什么话当面跟我说吧。我什么时候去找过他？他是谁？我认识吗？哎呀，你不认识他呀？那个选秀比赛的时候，你得了冠军，可所有人都说我们子睿才是真正的冠军。哎呀，这么强劲的对手，你竟然不记得了？哦，于子睿啊，有一点点印象。啊，也有印象啊。不过呢，他长得太普通了，唱的也太普通了。太普通了，那你干嘛剽窃人家的作品？爱情是于子睿写的。呀，你这么诚实啊，这么爽快就承认剽窃的事，这谁剽窃了？他的破歌给我都不稀罕唱。别激动，别激动啊！但是我们听到的不是这样。你们的公司已经将你所谓的这首破歌署上了你郑伯旭。我告诉你，那是因为于子睿想要借我的名声炒他的歌而已。你们私底下勾当的事情跟我没有任何关系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为什么要借助你的名气？对啊，为什么借你名声？于子睿，我终于对上号了。郑伯旭，只要你停止剽窃侵权，不再使用那首歌，我觉得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，我不再追求你。剽窃侵权，你好意思说？明明是你拿我的名声在炒这种烂事，你有什么脸跑过来跟我说这句话？哎，行，等，名声，你有什么好名声吗？你说话什么？别动！哎，别他打我！你不是拼爹，我明白是不是？这样大家都知道你拼的。哎，记者都来了，对不对？看他干嘛呢？对不对？今天记者都在，咱把话说清楚啊！别拍了。难受啊！这戏真不错，刚才真不这样。哎，对，就是这样。打我，别指我兄弟。斌子，为什么得那么多记者？哎，别拍了，大家看，别拍了，看，听不见吗？哎，你手放着，哎，这打我呀！不要打我们，来打我，这哪里去？别怕，别怂，打我呀！别怕，找你爹帮你摆平，打我呀！啊！干嘛动手？哎呀，这丫头挺猛啊！男人打架她也往那上，可以呀她啊！听你这话的意思，
你还挺得意。你们公司的男男女女都挺能打是吗？不是，机关同志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回去一定要严加管教。您放心，该承担的责任、该赔偿的损失，我们一定不会推卸的，一定配合你们把这件事处理好。对。哎，助理，你过来坐来。看在你帮我挡了一瓶子的份上，哎呀，我就还是坐在这边吧。挺好啊，不是？好在没有造成严重后果，双方态度也好，都承认了自己的错误，也主动承担了酒吧的损失。我们念及双方年龄都不大，都是初犯，也没有不良记录，所以这次我们只做批评教育。哎呦，跟我去办下手续，把他们领走吧。谢谢您，太感谢了。这个你说，那他会不会人多势大玩阴呢？到时候把责任扣他们头上。现场有那么多人，肯定能够证明是他们牵动的手。包括斌子，叫记者干什么？你不叫能行吗？我跟你说，瑞子，你不用怕他们啊。你看他们要是真的是欺人太甚，那咱们就跟丫死磕到底，对不对？咱光脚不怕穿鞋的，到时候两败俱伤，谁难受谁知道。斌子，现在的重点是赶紧把鞋穿上，这不有吗？不怕的。没事吧？没伤着吧？杨真真，快点！疼不疼？啊，疼着没事。你哥年轻小时候就经常打架，我不挂2天彩我都难受。来上去吧。回去拿热毛巾敷一下，要不然会肿的。哎呦，真暖。哎，不过这警察还行哈，没偏袒他们，因为咱也没啥责任，这倒还不错。是啊，酒吧砸碎了那么多东西，全是他们赔的，也没让咱赔钱。这事干的确实还挺地道。哎，那个小助理杨真真是不是替你说不少好话呀？是吗？别装了，我都看出来了，你俩肯定关系不一般。人家姑娘对你有意思，你也得肯定对人有意思。而且这姑娘够凶的，你看当时替她挨那么一下子，厉害厉害厉害。是啊，幸好没受伤，要不然怎么办？要不然怎么办？哎，说正经的，这姑娘不错，收了。收你个头啊！收我头干嘛呀？挺般配你俩，你不说我替你收了啊？哎呀，这么大一个伤口，皮都破了，你，哎呀你，别的地方有吗？你太逗了吧？啊，就这伤口还叫大？啊，你别闹了。
你不，你别的地方伤到没有？你胳膊腿？你别搬弄我了，我没事儿。叫贾医生来啊，赶紧看看。你叫贾医生来干什么呀？来看我笑话？我就这么点伤口，我一大男人，你让人过来，以为我有多矫情啊？你真没事儿？我有事儿我还能在这儿跟你说话吗，爸？那你知道你是个大男人，怎么跑到酒吧里去跟人家打架啊？这是多严重的事情，你知道吗？你对自己负不负责任？那不属于你自己，那是无价之宝，负点责任好吧？真没事，不用担心啊。我告诉你，你以后要是再这样，我就雇2个人24小时跟着你。如果别人找你打架，也得拦着，不能让你受伤，好不？我又不是3岁小孩，你快饶了我吧！再说了，现在什么社会了？啊，现在是打架就能解决问题的社会吗？你肯定比我更清楚，现在是用这儿。你知道了，那你答应爸爸，以后不再冒险，不再干这种对自己不利的事情。看见了吧？啊，头版头条，这个事情必须得有个说法，都给我支支招。还是老办法吧，买纸巾、删帖，再动员粉丝出来灌水。能不能动动脑子呀？让粉丝出来干什么呀？哦，我们说我们的偶像特别能打，一个能打仨，是我们超级偶像。都愣着干什么呀？出主意呀！平时不是一个比一个能说吗？这到了危机公关了，怎么把嘴都给我关上了？打架这事儿太负面，到了媒体那儿变成了暴力事件，得赶紧想办法把这个事给掰过来。就不能给大家说个实话，认个错？你说什么？我觉得郑伯旭应该诚恳地出来把这件事情解释一下，然后给公众道个歉，这样对他的公众形象也没什么损伤，大家也应该会原谅他的。杨真真，你是又灵光乍现了是吧？大伙儿都听见了吧？啊，正面的偶像啊，出来道歉，这是特别好的偶像。你是不是觉得偶像犯罪与粉丝同罪呀？偶像自己本来就是人嘛。就是人还没个犯错的时候嘛，那粉丝也希望自己的偶像是一个正直、诚实、勇敢的人嘛，总比满口谎话要强。你胡说！要不是你没看住郑伯旭，能出这么大娄子吗？啊！这会儿还跟我来什么心灵鸡汤呢？你还真差点把我给感动了。怎么着？还得来个星空最佳感动人物奖吗？你先别发火，这不是一起想办法。我行，我不发火，我心平气和地问大家，有没有办法呢？说话好不好？啊？还不说话是吧？非得我一个一个点名吗？郑伯旭这个事儿必须给我掰过来。大家别有什么顾虑，有什么想法都说出来，办法总是会比困难多的。刘总、于总，我觉得应该去找一下打架对方的人，好好协商一下，让他们把责任承担下来。这个贴点谱，再集思广益啊！别让那个年度人物什么最佳感动给我带兜里去了。干脆这样，咱们去找找那2个人，让他们出来道歉。
之后咱再发一个声明原谅他们，怎么样？我觉得不合适。合适啊？怎么不合适啊？合适。我不同意。你不同意？你要干什么呀？我还没问你呢。郑伯旭人呢？人在哪儿？应该在家吧？那要不你现在去他家？关键时期，各路媒体都在找他呢。杨真真，危机公关你处理不了，私人助理你又干不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现在马上给我去他家，24小时把他给我盯住了，扎那儿不许动，明白吗？去就去。杨真真，哎，西姐，郑伯旭这次麻烦大了，刘一楠是不是又在拍桌子骂人了？你家旭旭可不是省油的灯，你做他助理，以后可得小心点儿。又在这儿欺负小妹妹啊？不用担心，真真，不就是打个架吗？刘总处理起这种事来，小菜一碟。怎么你又出现了？我听说我们家旭旭大宝贝儿出了点事儿，我过来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呀。你确定你不是来看热闹的？那你这话说的呀，太无厘头了。公司的艺人出了事儿，哦，我知道了，原来你是来看热闹的呀。姐姐们，刘总还找我有点事儿，那个我就先回见，回见，拜拜。怎么会出这种事儿呢？怎么样？这事儿好看吗？好看，特别好看。看都没看就说好看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年轻漂亮，穿什么都好看。你说陪我出来逛街，然后这么心不在焉的。你要这么不愿意的话，我们就回去算了。公司出了点状况。我知道，郑伯旭嘛。都这个时候了，能出这种负面新闻，我真是服了。看在你这么压力山大的份上，我就给你点回馈。什么回馈？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坏消息。想先听哪个？坏消息。郑伯旭这个事儿一出来，之前那几家投资公司本来就犹犹豫豫的，现在不投了，全撤了。还有好消息呢。现在除非谁能够投资，不然没什么好消息了。我之前不是在万盛工作吗？所以我第一个发给他们，一直没什么回复。可就在昨天，突然给我打电话，他们竟然有投资意向。条件呢？是有一个条件。你说。那你要先说你喜欢我。说吧。因为他们对我本人比较信任，所以他们要求我进入公司的核心管理层，成为星空娱乐的执行副总裁。你不用着急回复我，你先考虑清楚。这事怎么样？要不就这事儿吧。你说成为副总裁的话，穿这样应该挺合适的吧？你永远只会看表面，事情是什么样，其实你们根本都不了解。哟，这位小姐怎么着？要搭顺风车，还是看上我了？半年没见了，成大明星了，真把自己当回事儿。上来吧。过来，让我看看顺不顺。在你姐面前还跟我装，打你！我想死你了，姐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太想你了。我没看出来。去哪儿？
这是钥匙跟房卡，以后你们来保姆。我的最新设计，这总会拿奖。真的假的？当然。不是，那既然你都拿奖了，今天你就陪陪我吧，在我家住，咱们俩聊聊天什么的。不行，我得回去看看老爸，好久没见他了。你是不是应该跟我一起回去看看他？我今天就不回去了。我每次一回去，我爸就让我管理公司、管理集团。你别寻思这个那个了，你今天就陪着我，你必须去我那儿。咱俩逛逛街，吃吃饭，然后晚上陪我去个酒吧，爱陪你这儿陪你那儿，我就陪着你。你缺人陪啊？我就想让你陪陪我嘛，姐。有女朋友吗？男朋友有吗？你说你这么大岁数，连个朋友都没有，多失败。没女朋友怎么了？我有音乐，不是还有你吗？只知道音乐。那你也给我介绍呗。喜欢什么样的？我觉得喜欢什么样无所谓，看你了。我们现在还没到。这么多年就没见过你领过一个姑娘回来。开车呢，别弄。我觉得你应该换个经纪人。别说些没用，你先陪我进去好好排练，戏还是得演好啊，不能让别人说闲话。我知道你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证明是靠自己，而不是靠老爸。你不会也觉得我是因为我爸这个靠山我才红的吧？别人怎么说不重要，关键是你自己想怎么做。Yes。你这个没良心的！你好狠心呀！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我的命好苦啊！我的命好苦啊！你这个表情有点夸张吧？稍微温柔一点。我的命好苦啊！你忘了吗？上次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在月光下，你对我的山盟海誓，你说你会对我负责的。我没有忘，但是你记不记得你也说过，为了我的前途、我的名誉，你什么都可以不要。可是你说过你会一辈子爱我，让我一辈子幸福的。实话告诉你吧，我父亲已经知道了我们的关系。如果我们继续坚持下去在一起，我将一无所有。你忍心看着我流浪街头吗？虽然我是穷人家的孩子，没什么社会地位，可是我也是有自尊的。你以为我这次来是为我自己吗？我还不是为了我肚子里的孩子。渣男呀！我怀了你的孩子，怎么办？我告诉你，孩子可以留，但是你绝对不可能进我们的家门。你好狠心！我就是这么狠心。你太无情！你太无情了！这么渣，真的是够了！郑博旭，你怎么是这样一个人呐？不要再为这种渣男哭，根本不值得。你怎么会在我家？你怎么进来的呀？家里居然还藏了女人！我跟他没关系，他跟他没有关系。他是谁啊？你别闹了，姐。我叫方依然，是郑博旭的姐姐，请问你是？他是我助理杨真真。又换人了？你助理不是姓简吗？都换好几波了。对不起啊，我以为刚刚是……没关系，我在陪他排练。刚刚那个剧本是不是很烂？不是，我问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刘总让我24小时监督你。
开什么玩笑？24小时监督啊，不可能！我告诉你，你不同意啊？我不同意。我同意啊！你这不是有现成的人吗？他陪你练啊，我就不用练那么恶心的台词。不行。怎么不行啊？我飞了12个小时，我一下飞机你把我拽到这儿，就是亲妈你给这么折腾啊！我把他交给你了，你负责帮我看着他，48小时都不要给我打电话，因为我要倒时差。方毅然，你说好了陪我吃饭吗？我陪你吃饭，我现在反悔了，你要咬我啊？你还要咬我？拜拜。发型。你笑什么呀？很好笑是吗？刚才看了一下剧本，就在里面听了一下你们排练，是挺烂的。哦，剧本你也懂啊？你没有不能插嘴的地方吧？你就。那我陪你继续练吧。你省什么？不用你。上回那事儿也对不起啊，我不应该在没弄明白事情的情况下就那么责备你。你的确也不知道实情，所以我向你道歉。你要记住，你永远都没有资格批评我、指责我，明白吗？上回你先动手打的人，就是你不对。而且我觉得你应该向公众道个歉，说明一下情况，没准公众能原谅你呢。到时候对你公众形象也没有什么损伤。你哪只眼睛看？那，是你动的手吧？2只眼睛都看到了。你是来给我添堵的。起来。怎么又生气了？愿望被时间风干。来，谢谢你们过来捧场啊！来，尽兴。到明天，我们有多久不相见？到彼此会怀念，经过多少年？可爱情怎么这样的，兜兜转转却让相爱的人结局那么遗憾，遗憾而恨啊，终会遗忘在某一个夜晚。深刻的是想你的孤单，是想你的孤单，是想你。这边这边。星空娱乐体宣部的刘一男，子睿是吧？走，走走走。来来来，喝点啊。你想说什么？这个你的水。好，单刀直入啊。这个我们公司啊，最近进了一首新歌，歌名叫《爱情》啊。这首歌啊，我们花了钱签了合同，从别人手上买过来的。谁知道，这个人呢，卖我们这首歌这个人，他剽窃了别人的歌，是你的吧？这种行为啊，卑鄙、无耻啊！我不是说你啊，我说那个人，怎么能这样呢？一首歌那是你的心血，是有版权的，对不对？是你智慧的结晶啊！说剽窃就剽窃啊！这个影视界、这种小说界、这个歪风要制止，对不对？哎，尤其是不能吹到我们音乐界来，对吧？到底想说什么？我听说这事儿
你找吴工啊，跟他说我们公司剽窃，小题大做了，都是误会嘛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这个公司这回派我来，就给你做一个承诺，我们保证你的歌儿绝对不会用，我们还要尽最大的努力让别的公司也不用，都不用，咱把它保护起来，永远在你手上，干干净净，绝对没有绯闻，被什么都没有，行不行？来，喝酒。我不喝酒。听您话的意思，是要封杀这丑人，让他永无出头之日，是吗？什么封杀？那哪是封杀呀？封杀这个词儿啊，那是用来说这个什么已经成名的艺人啊、大腕儿啊，跟你没关系。你是草根歌手，你的歌手也是草根歌曲，那跟封杀哪挂得上？星空娱乐也不会做这个事儿，放心。封杀，你真是能讲。那也请您放心，我自己的歌，我终有一天把它唱出来。小伙子，这个才华呢，不能当饭吃，也不能当酒喝。在这个圈里边，要想混出点名堂，那得会做人呐。做人这个最基本的就是要有情商，EQ，你懂吗？情商。任由你们欺负我，就是有情商。怎么是欺负呢？保护你呀！我不用你们保护，我的东西更用不着你们保护。说了半天都跟白说一样。反正也轮不到我来做你的人生导师，好的歹的，该说的不该说的我都说了，能不能听得进去，看你这造化啊！哦，对，那个还有打架那个事儿，好像是你们先动手吧？我们家郑伯旭吃亏了，但是他说，以你们的经济状况，可能是赔不起，算了。但是老弟，你也站在我的角度上考虑考虑，我是一个做企宣的，你说，咱们家艺人吃亏了，我不能让他吃哑巴亏呀，对吧？媒体上我得找补回来点，你得理解我，好吧？心里有点数。有你们在身边陪我 ，That's better。最幸福的事情呢，请听好，无能为力也要鼓起勇气，克服解决所有的问题。现在我们一起走出谷底。睡觉了吧？过去那些往事都如过往云烟，追下去这里的歌绝对不会用，我们还要尽最大的努力让别的公司也不用，都不用。Let's go。心中燃烧过后的凄凉，无法再去忽视的那种失望，在你的世界，你是否有过这种感觉？告诉我，我无法诉说我想表达的所有感觉。谁让你动我东西了？练琴一晚上没睡啊？一会儿还有3个通告，赶紧去睡一觉吧。我好不想去，我能不去吗？让你动我的钢琴了没有？你是怎么干什么呢？我让你动了吗？我手怎么了？怎么伤那么厉害啊？有人喜欢逞英雄，连累了吃瓜群众。
有这么严重的淤血，你怎么不早点来呀？因为他蠢。你这小伙子也是太关心人家了吧？心里着急，口不择言了。不是，医生，你不要随便误解我的意思。我是一个有什么说什么。他呀，就是有点蠢。就算我蠢，人家大夫找你惹你啦，逮谁咬谁。好了好了，没事儿，病情啊不严重，也没伤到骨头，回家好好休息休息，保持好的心情，很快就能恢复了。我再给你开点药。哎，大夫，他不用打个什么狂犬疫苗什么的。不用。我听说最近往外花的钱比较多，有进账吗？阿曼达签了一个代言，明天会有一笔预付款。你帮我约顾行长的吗？顾行长说他出差了，他特意说，咱们那笔贷款不能拖到下个月，不然他也不好办。郑伯旭的事呢？又上热搜了，情况很不错，你要看看吗？不用了，只要不是负面新闻就好了。刘一男还挺厉害的啊，什么事都能圆过去。我一直在约来申通灵集团的老总吃饭，但是……我知道了，待会儿去跟于总说，帮郑伯旭多安排一些通告，趁他火的时候替公司多挣点钱。好的。杜总来了吗？没来。陈总，这是您上次的体检报告。肖医生特意打电话说让我亲手交给您。好，你去忙吧。好，陈总。门帮我带上。好的。哎，肖医生啊，我刚拿到这个诊断报告。这个确定吗？陈先生不用太担心，2A 期直肠癌治愈率是很高的，你应该抓紧时间到医院再进行一次复诊，咱们好商量一下治疗方案。好的。谢谢你啊，肖医生，你能不能帮我那个？把这个事保密一下啊！您放心。好的，我尽快抽时间过去。谢谢，谢谢。丽娜，是我。那件事你考虑清楚了吗？我个人还是偏向接受万盛集团的投资。我呢也不反对你进来公司当副总裁，只是公司内部我还需要点时间处理。你等我消息好吗？没问题啊，我又不着急。那我等你消息。等我消息啊。这些数据你整理一下，之后拿到财务去报销。郑伯旭下周的通告我已经发到你邮箱了。哎，雨琦姐，我想申请1点备用金。你自己先垫着，月底就报销了。要什么备用金？哎，你说他现在通告越来越多了，他跑得过来吗？这通告多，公司赚的就多，经纪人赚的也多。啊？对啊，经纪人是拿提成的。不过珍珍，如果你真的是周转不开，我建议你用京东白条，里面会有一定的额度，等这个报销下来了，你再还上就可以了。你指望他们根本不管这些。我当时就这么过来的。
外面水果蔬菜又新鲜又便宜，呀，牛奶巧克力打折。好啊，那你回头叫叫我。郑伯旭怎么又上热搜焦点啦？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不过是之前的事情，只不过我们企宣部换了一个说法，把坏事变成了好事。你看，连报纸都上娱乐版头条。郑伯旭见义勇为，保护粉丝，勇斗歹徒。哎呀，陈总编，您看跟郑华说，是我该谢谢您。对呀，一定请您吃饭，一条。刘总，有这么大又不敲门，是不是？是不是你让媒体这么写的？跟谁说话？你在教训我吗？不是，就觉得有些疑问，来问问你。不是谁是歹徒呀？这写的也脑洞太大了。什么叫做危机公关？哎，逢凶化吉，化险为夷，知道吗？这一点理解能力，你能活到今天，真是奇迹。那也不能颠倒黑白，无中生有吧？你干这行才几天，你懂个屁呀！没事拿东西赶紧走。再怎么说，我们是不是应该讲究一个人证物证？怎么没有人证啊？受害的女孩我可找着了，随时可以出来作证。怎么着？你要见见呢？我当时才是在现场的，我目睹了全过程，我才是目击证人。幻觉好吗？你那是幻觉啊！我告诉你，谁掌握话语权，谁说了算。还有，你别忘了你的身份，你是星空娱乐的正式员工啊！你一切要以公司的利益为重。还有，我是你的上司，你的前辈，注意说话的态度。那也不能凭空捏造事实，胡编乱造，欺骗公众吧？难道我们企宣部就是这样做宣传的吗？杨真真，给脸不要脸了是不是？你干企宣才几天，就弄得唧唧歪歪的。我告诉你，这回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。你给我好好学学，什么叫做娱乐宣传？如果娱乐宣传就只是胡编乱造，想说什么说什么的话，那我真的学不会。跟着，杨真真，杨真真。就为了这个生气啊？你不生气吧？他们为了塑造郑伯旭的形象，竟然说你在酒吧调戏姑娘，这是污蔑。其实吧，他也没有完全的指名道姓，我就不对号入座喽。那我也替你觉得不值，凭什么？能看见你这个样子，我就非常欣慰了。我知道你非常的干净，非常的正直，但是你也对我说过一句话：玻璃心的话会被碎成渣。那我想在这个圈子里面，太过洁癖，可能也难以生存吧。那我们就不能因为这个样子跟他们一样啊，指鹿为马，胡说八道的，那算什么呀？也不一定，也许我们可以改变这个环境，但是前提是要先生存下来。有句话说得非常好，不能将这个世界拱手让给自己看不起的人。那就要像《肖申克救赎》里面那个主人公一样，在获得自由之前，必须经历一段污浊的下水道。倒也没有那么严重，但是这个道理。对，你伤没事了吧？没事。我带你去医院再看看吧。不用了，医生说了，没事儿。你下次再碰见这种事儿，赶紧躲开点，要学会保护自己。这再受伤怎么办？你去哪儿啊？公司。过来。你又看我哪不顺眼？坐下。
听说你今天去指着刘一楠鼻子给他骂了一顿，你知道了？整个星空娱乐都炸了呀！哇，你太厉害了！你知道有多少人想去叫板这个刘一楠吗？他们都没这个胆儿。结果今天刘一楠竟然让我的助理给教训了。说吧，想要什么奖励，我给你买。不用，谢谢。如果我的失业能换得大家一点快乐，值。谁允许你失业了？刘一楠啊。你是我的助理，我说了算。我让你干，你就得继续干。凭什么？我的事我自己做主。就凭你敢去叫板刘一楠，你就得给我干。以后没事你就天天去教训他，明白吧？我当你的靠山，事儿我都给你兜着。我神经病啊！没事就去骂人。你也别往心里去啊，只是张照片也说明不了什么。全公司我最后一个知道的吧，已经都传遍了。所有有杨真真微信的人全都看得到，对吧？你也别怪真真，她没什么经验，刚来这儿只是个新人，什么都不懂。我知道，我不怪她。只有无心之举，才能拍到这种隐藏的事实。我要感谢她。可能只是个误会呢，你别瞎想了。底下的人你放心，我打过招呼了，他们谁要敢瞎传，我就让他们走人。回来了，正好要打电话给你呢。怎么了？当当。哟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我就想说，我们平时啊都太忙了，连好好吃顿饭的时间都没有，所以今天早下班嘛，我就把所有会做的菜全做了。来来来，坐坐坐。不错。不过这个跟这个可能会有一点点咸。你得有5、6年没做过饭了吧？你说我们两个是不是那个灵魂伴侣啊？英文怎么说来着 ？soulmate。以前是，现在也是啊。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比你更了解我了。OK。既然我这么了解你，切入正题吧。你也知道。公司要上市，还缺一大笔资金。郑维军这个老狐狸啊，不出面，不出钱，连个消息都没有。但是现在，有个国际投资公司要投钱给我，但是他们有一个条件。你今天做了这么大一桌子菜，就是为了说这个吧？
他们要求派一个人到星空娱乐做副总裁。这个人呢，在这个投资公司是个高管，在资本市场方面他很有经验的。说了这么多，都没有说出他是谁。让我来猜猜，是个女人吧？就怕你误会。为什么怕我误会？你没做怕什么？除非你心里有鬼。这个人又不是我要求派来公司的，对，她是个女的，但是她跟我没关系啊。来看看，是不是这个人？不是她，这个是刚来公司那个小朋友，叫什么？杨真真。放大往后看。这，老婆，我也想吃。自己夹。太远。哎呦，不错，还给你夹东西。你是在看我吗？啊？怎么说话呢？人姑娘哪儿看见人叫观察你，对不对？我还真的是在看他。这于子睿这个名字，我可是从真真嘴里听到上百遍了，好多次呀，每天都于子睿于子睿的。今儿总算见到真人了，你看吧，终于见真人了，怎么是不能看的不能说啊？啊，我就看。真真都说我什么了？真真说啊，于子睿就一个字，好，特别好，非常好，这也好那也好，怎么样都好，干嘛？真好呀！人家怎么不好了？好，你这吃的是不是人家送的？是。好，好。我现在能力也就只能请你们吃这个，你们还能赏我脸，谢谢你们。真的特别好，吃烧烤怎么了？烤串是每次我爸烤长途回来，我都会陪他吃的。哟，这杨真真怎么跟以前不一样了？以前我们在家点外卖的时候，他可是说了专门不吃这些东西，觉得太会长胖。这今儿咋了？都改性了，都不爱吃的东西都爱吃了啊？怎么回事？公交站在那边，实在不行的话，我一会儿给你2块钱，自己打车回去。你要觉得踏晚上太不安全的话，顾兵麻烦你一会儿送一下他。我家就住楼上。去吧。好，吃点东西。吃东西。思睿，你这一直在酒吧里也不是回事儿吧？说不定哪天就去见伯乐了。我们公司的常老师好像特别欣赏你，只要等我在公司站稳脚跟以后，我一定立马向他好好推荐你，我尽量让你进我们公司。要不然您，就您那公司跟我们为了找结下大的样子的。哎，你看吧，上次被那个姓郑的打成还没好利索了，是吧？还去那儿，不得被那黄毛欺负死？那你也不要老把郑国旭说的跟个恶霸一样，那的确上回署名的事情他也不知道呢。他知不懂吗？是歌不是他弄的，人是不是他打的呀？还有啊，人家公司可以对不对？真会说是不是？说我们2个调戏小姑娘，郑国旭见义勇为救粉丝，我，掌嘴随便乱说话吗？要不要脸？脸呢？要不要脸？是不是不要脸？极其非常之不要脸，受不了。别跟我好多话。哎，对，真真，你伤没什么事了吧？啊，好多了。跟你们一块出来吃个饭什么的好。就是呀，你一块出来吃饭能有什么事？啥事都没有。不过于子睿真的挺暖的，我现在算是发，哎，是堵住你嘴是不是？是都堵住你嘴是不是？好吃好吃，他好暖，好男人，来干一个，一茶代酒，干一个，一茶代酒，干杯！哎，你这孩子，哦，明白，好，拜拜。
郑师傅，郑师傅，郑师傅，我来啦！你在呢，又不回答一声，我以为你失踪了呢。今天的日程有点多，早上是《风华绝代》的拍摄，8点半要到中影基地，9点开始化妆，10点钟开始拍摄，大概在下午2点钟左右结束，一共3场戏。下午4点钟左右要进棚录新歌，然后是一个30个人的粉丝团的见面会，大概1个小时左右结束。我忘了问你，吃饭了吗？吃过了，刚才在来的路上吃的。对了，还有，晚上7点钟开始有一个广告的拍摄，那个老板大概10点钟左右到，然后要跟你进行合影留念。走吧，八戒。八戒是谁啊？你不是叫我师傅吗？你听见我叫你开门了，那你还不理我？我哪知道你叫了师傅是谁啊？这是我给你起的一个安全代号，以后在你不需要人家知道你是谁的情况下，我都可以这么喊你啊，郑师傅多洋气，是不知道什么？怎么样？你把我叫老了20岁。我上去收拾一下，收拾完走人。我爸以前徒弟都这么叫他的，杨师傅又很有威严的样子，你不觉得吗？跟你很像哎。你回去吧，今天是我成亲的日子，你至少要给我爹，给我们皇家留点颜面吧。皇少爷，我知道今天不该来打扰你，你就看在今天大好日子的份上，发发善心，就把孩子还给我吧。我保证，以后再也不来打扰你了。孩子，你还有脸跟我提孩子？好说歹说你不听，非要我动手是吗？黄玉宝，你怎么这么狠心？给我良田千顷，家财万贯，以后妻妾成群，儿女满堂。可是我呢，我什么都没有，我就只有这么一个孩子。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把孩子还给我吧！我求求你了，把孩子还给我。放手！我不放！我求求你了，把孩子还给我吧！放手！孩子还给我！秀儿，眼不对啊！啊，我不跟你说过吗？黄玉宝只要一踹你，你就顺势往地上一躺啊，手捂住胸口，吐出一口鲜血。你怎么老抱着他腿不放呢？导演，我对这个人物呢是这样理解的啊，这个孩子呢对于秀来说，他就是命根子，他豁出命也要保住的，而且后面也印证了这一点。这个苦命的女人杀死了黄玉宝之后呢，从此就走向了革命的道路。行，咱回到这场戏，扯远了啊。那导演，你看我这么演行吗？他还是想把孩子要回来，然后就抓住他的腿，死也不放手，就是不放手，就一直在求他救命呢，把孩子还给我，把孩子还给我。不好意思啊。来，咱们拍戏的时候要尊重编剧，好不好啊？按照剧本一句一句来，不要随便篡改台词。我知道你用心很用心的在钻研角色，啊，咱们再来一遍。好的，导演。好，来，胳膊准备啊，再来一条。好，来，准备，好，预备，开始。这是他们指定的蓝方圆，刚从保温箱里拿出来的。你这拍的又累又困的，喝点奶茶充充电。还挺好喝呢，可以满血复活。怎么了？哎，我是觉得你一会儿悠着点。
点儿。我看那秀儿太入戏了，伤死。旭哥在吗？哎，你好，请问您找谁？哦，旭哥，我来跟他对个词。你吃饭去。旭哥，刚才的事不好意思啊，人家入戏太深了，你不会怪我吧？我怎么会怪你呢？我那么慷慨的一个人。我可以坐这儿吧？你都坐下了，你还问可不可以？你看你还在生气，就原谅人家嘛。我就是入戏太深了。你知道吗？我以前上学排大戏的时候，同学们都说我是戏痴呢。花痴吧？讨厌！别听他们瞎说，人家才不是花痴呢。哦，那个一会儿可不可以帮我对下词呀？你也知道我也没什么经验。你看啊，我觉得吧，最后这场戏应该改一下。你看，秀儿应该再努力一点儿。比如说跟黄玉宝上床，然后再在床上把黄玉宝给杀了。旭哥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腕儿大，你跟导演说说呗。你跟他说呀，他肯定会答应的。我觉得不怎么样，你挤着我了。啊？人家哪里挤到你了？旭哥，你颜值高，说什么都是对的。还有事儿吗？啊，你看我们难得合作一次，多有缘呀！我们合张影吧。其实啊，我就是你的粉丝。来看这，1、2、3，1、2、3，1、2、3。天哪，你45度角真的是太帅了！你再来一张，再来1、2、3。哎，你们说那个3000元，我们是不是盯上郑文旭了？这还用说吗？他是每部戏都要捞个绯闻。郑文旭看不上他吧？哎，我跟你们说，刚刚他拍戏啊，死活拉着郑国旭不放手，笑死我了。是我的呢。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来找你吗？因为我就是你的脑残粉儿，人家是来跟你表白的。谢谢。你知道吗？我一直都幻想着能够跟你谈一场恋爱，有的时候想想啊，自己特脑残，但是呢，我又特别的好奇，如果能跟你一起谈恋爱的话，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？别整天胡思乱想。其实吧，是这样的，你看我最近的曝光率也挺高的，但是我觉得我们俩离一线呀，还差那么一点点火。如果能够资源互补、优势结合的话，再抱一脚，假戏真做，一见钟情，一定能抓住眼球的。你觉得呢？你还有事儿吗？如果你能把这些没有用的心思放在剧本上和工作上，你可能早就成了。没事的话，先走，我看剧本。那你忙吧，我自己再看看剧吧。往上。甩什么扯？今天被我挨大板，明天就让你高攀不起。以后不准让他上我的车。你没上他贼船吧？最近
经到云海滩了，好不容易他今天没有通告，我才能歇一天。是啊，我一直没见你啊，忙吧？都快忙死了，真的是，我现在才知道，原来当明星也那么难。哎，难呀不难呀？姑爷，一会儿帮我做一道元气满满的特别料理，补充一下元气。没问题啊，帮你恢复一下元气。不是我吧，是我一个朋友。男朋友？不是啊。不是就没有资格吃我的料理。你怎么那么小气？你怕人吐槽你啊？哼，我像那种人吗？就是。我不接。哼。真真，好找吗？挺好找的。这家餐馆很别致啊。这个音乐真好。这可是古爷的珍藏。哦，来了。这个是古爷，我的忘年交。这是于子睿，我朋友。知道啊，不是她男朋友吧？古爷，你会不会聊天啊？你坐啊。古爷你好，我是于子睿。有没有想到她男朋友啊？啊？古爷，那个古爷他只要见到男的就想介绍给我当男朋友，他对这事儿有强迫症啊，你千万不要介意啊，古爷。他有点……对，我有病，对着这个毛毛躁躁的丫头，我肯定有病是吧？贵然，其实真真一点都不毛躁，她很踏实。你对她挺了解啊？啊？这么好的姑娘，真的不想当她男朋友？古爷，你是不是菜还没有炒完啊？哎呀，是啊，对，哎呦，我都忘了。好了，不好意思，我去炒菜啊。吃面。他这人就是爱开玩笑，别往心里去啊。古爷是挺幽默。来，赶紧尝一尝。谢谢。好，尝一尝。真真，其实我有件事情想跟你说。这么好的姑娘，真的不想当她男朋友？他刚才真的是开玩笑的。你们公司的常然老师给我打电话了。真的？怎么了？他想约我聊聊。那就去呀，他人特别好，而且专业素养也高，我觉得他应该能帮你挺多的。那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是应该去聊聊。我就是随口说说自己的想法。你的想法对我很重要。吃面。哎呀！于子睿。愿望已被时间风干，划着记忆的船，到明天，我们有多久不相见？到彼此会怀念，经过多少年？不，
是于子睿写的那么好听的歌，于子睿写的，不行了，我必须得出去找找人，太有压力了。雨熙电话又打不通，起这个表妹，不是我说他啊，一到关键时候准找不着人，找着他也没用，他还没有我了解博旭呢。你坐着啊，别着急啊，把心放肚子里。有什么上刀山下火海的事，我给你兜着。但愿这件事不是真的，要不然咱俩谁都没有好日子过。所以啊，我们得风雨同舟，一起携手共度难关。少来这套，解散。我怎么就解散？你天天没个正形，你说，哎，珍珍，珍珍，过来一下。坐，坐吧。不，我站着就好。还让你坐你就坐，哪那么多花呢？告诉你啊，又出事了。我们问你的问题，你要如实回答。博旭到底有没有女朋友？我知道的没有。那逢场作戏那种的，他这回不拍那什么电视剧吗？那里边那女演员文文跟他关系怎么样？就不怎么样，没什么关系，一般吧。一般？什么个一般法？就是现场除了工作以外，没有其他多的关系，也没有什么交集。郑伯旭拍完戏收工回家，也不住组里，就没有近距离接触过吗？有一次文文来房车上找过郑伯旭。那会儿你干什么去了？我领盒饭去了。对上了，你看啊，仔细看看，这照片就是在房车里拍的，搞清楚怎么回事了吧？这个女演员就是想借着郑伯旭上位啊，卑鄙，还要不要脸啊？你说，珍珍，这就是你的问题。你作为助理，不能给他们这样的机会，因为你也不知道人家心里怎么想的。一个当红的偶像有这样的负面新闻，不光是影响人气，也直接影响他的商业价值。马上啊，咱们得去见陈总，一会儿你就把这个事儿一五一十跟陈总原封不动的复述一遍，明白吗？啊，行，给我。哎，郑伯旭，对不起，打扰一下，我们是娱乐周刊记者，有几个问题想采访。别拍我！说别拍我，听不见吗？我采访你，如果你要采访我，可以。去跟我的经纪人约我，不接受临时采访。听说你最近客串了电视剧《风华绝代》，请问您在剧中和文文之间的恋情是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是呀，说一下呀。你说什么呢？哎，文文并没有否认这一传闻，并且网上流传出了你俩大量的亲密照，请问这个你怎么解释呢？据说你不止文文一个女友，曾经有女人和你同居，是不是真的？请你解释一下。你解释一下吧，我们都很想知道，解释一下吧，好吗？解释一下好不好？说一句吧，我们都很想知道，你跟文文解释一下吧，说一下我们问题吧。解释一下好不好？解释一下好不好？回答一下吧，是不是这样？是。是，回答一下，说一下。是。哎，郑伯旭，您说一下。哎，郑伯旭，说一下吧，说一下吧，郑伯旭。你能解释一下吗？郑伯旭，是不是真的？好不好？回到走开啊！别跟着我！回答一下我们，解释一下吧。哎，别走啊！哎，郑伯旭，别走啊！你就是杨真真。我知道你刚来公司不久，但是工作方面表现很出色。这件事情的确是你的责任，但是我不怪你，因为你没有经验嘛。既然事情都已经发生了，我们就想办法解决它。真的解决不了，就通过法律途径吧。现在郑伯旭家门口全是记者啊，你赶紧去，帮他解围。对，盯住他，别让他看见记者，我怕他乱说话，这样就更不好办了。好。
你们等多久了？我来的晚2小时，他们有的上午就来的，还有埋伏好几天。郑伯旭在家吗？周刊的人说在地下车库堵到过他，但是什么都没问到就被他跑了。我今天就在这死盯，我不信他不出忙。哎，我们部门老大说了，这个料我要是给报实了，给我1个礼拜的薪假。呀，这郑伯旭还真是娱乐圈里的哆啦 A 梦，只要盯住他，八卦新闻啥时候掏啥时候有。还真是，只要我跟着他，趟趟都不走空啊。请问您住这儿吗？啊？哎，你认识住在这里的明星郑伯旭吗？你们都谁呀？我们想采访郑伯旭，你要是能经常看见他，我们采访一下你也行。你们已经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了。退后！你们要是谁敢进，我就报警！我告诉你们私闯民宅，你信不信？出去！